日期2026年1月21日。地点台北信义区赖哥私人工作室 The Ark。时间凌晨2点15分。环境室内恒温21度，空气中弥漫着伺服器运转的前灶气味与淡淡的威士忌香气。落地窗外，台北的夜景依旧繁忙，但被一层看不见的焦虑笼罩。画面特写赖哥的手，他手里捏着一个厚底威士忌杯，冰块已经化了一半。镜头缓缓拉开，他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，俯瞰着松仁路上的车流。赖哥低沉独白，像是在对自己说话，又像是在对虚空提问。Chloe， 你看外面，今晚的信义区是不是特别亮？根据流敏感测器数据，今晚的城市亮度比过去3个月的平均值高出 12%。原因很简单，从昨晚新闻发布后，内湖科学园区与信义区金融大楼的亮灯率达到了 94%。他们在庆祝，也在加班。赖哥转过身，眼神落在房间中央的悬浮全息投影桌上，桌上显示着一行刺眼的红字：行政命令14088号，可信赖供应链伙伴协议，台湾 Tier 1 Status。庆祝哼！庆祝我们终于拿到了那张15%的关税优惠券！庆祝我们终于被正式确认为美国的自己人！他走到桌边，手指穿过那行红字，将影像打散。媒体都在高潮，说这是台湾经济的保护伞。股市涨了500点，但为什么我闻到的不是香槟味，而是一种烧焦的味道？你的嗅觉很敏锐，赖哥。那不是烧焦味，那是铁幕落下的摩擦声。投影桌画面变换，一张立体的世界地图浮现，一道发着高热红光的镭射墙从太平洋中间狠狠切下，蜿蜒穿过欧亚大陆，世界被劈成了2半。这份协议的附条款第7节第3条，享有 Tier 1关税地位之成员国，必须严格限制对 Tier 3区域，也就是墙外的技术输出与资本流动。翻译成人话，就是这 15% 的优惠不是礼物，是封口费，也是隔离费。台湾被圈进了墙内，我们安全了，但代价是我们必须跟墙外那个拥有40亿人口的市场彻底断绝关系。赖哥仰头喝光杯中的酒。所以这不是什么全球化的胜利，这是全球化的葬礼。高墙升起来了，墙内是文明，墙外是荒原，而我们刚好被关在了金色的笼子里。赖哥放下酒杯，走到白板前，白板上画着一只简陋的燕子，后面跟着一群小燕子。Chloe， 调出过去50年的雁行理论模型，让大家看看过去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。正在加载历史经济数据，雁行理论，美国研发，日本量产，台湾代工，最后将低阶制造转移给中国、越南、印尼。这是一条完美的发展阶梯。落后国家出卖廉价劳动力，换取外汇和技术，一步步往上爬。没错，这就是为什么过去30年我们觉得世界是平的，觉得只要努力就能变富。但现在这把梯子断了。赖哥猛地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大叉。告诉我，为什么梯子断了？是因为政治吗？政治只是借口，赖哥。真正的凶手是数学，精确地说，是细基劳动力与碳基劳动力的成本交叉点。全息投影切换至一个分屏画面，左边是越南胡志明市的一家拥挤闷热的制鞋厂，右边是美国德州一座明亮无人的3D 列印工厂。让我为你算一笔账，这是2026年第1季度的最新数据。左边越南熟练工人，时薪2.5美元，加上社保、管理、罢工风险、良率损耗，综合成本约为每小时4.8美元。右边 Tesla Optimus Gen 4通用机器人，售价2万美元，寿命5年，不需要休息，不需要冷气，不会跳楼。
摊提电费与维修后，运作成本是每小时 0.35 美元。赖哥盯着那个悬殊的数字对比。4.8对决 0.35， 这不是竞争，这是屠杀。更残酷的是物流逻辑。以前为了省那一点人工费，美国品牌愿意忍受30天的海运周期，但现在机器人比越南人还便宜。那为什么还要远渡重洋？为什么不把工厂直接搬回德州，搬回墙内？这就是逆全球化的真相。资本不是因为爱国才回流，是因为贪婪才回流。所以那些墙外的国家，那些还没爬上梯子的国家怎么办？他们将面临灭顶之灾，资金撤离，工厂关闭。他们拥有庞大的年轻人口，以前这叫人口红利，但在 AI 时代，无法转化为生产力的人口将变成人口炸弹。饥荒、动乱、极端主义，欢迎来到废土。赖哥沉默了片刻，看着地图上那些变暗的区域。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剥削竟然成了一种特权，因为比被剥削更惨的是被遗忘。台湾拿到的这张15%门票，其实就是一张证明我们还有被剥削价值的证书。灯光转为幽暗的蓝色，投影画面变成了一座充满未来感的城市。巨大的荧幕，干净的街道，但街上行人稀少。好吧，我们很幸运，我们在墙内。但墙内的日子就好过吗？ Chloe 推演一下墙内社会的结构演变。正在执行社会学模型推演，赖哥，墙内将进入罗马帝国 2.0 模式，生产力极大化，物质成本趋近于零。汉堡、可乐、T 恤这些东西将像空气一样便宜。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，会发放高额的 UBI， 也就是全民基本收入。听起来是乌托邦，不用工作，政府养你。是乌托邦，也是养殖场。这是一种高科技的圈养。当 90% 的人类在经济上失去功能，他们就失去了议价权。政府发钱给你，不是因为你重要，而是为了让你安静。你看这些模拟数据，墙内人口的多巴胺成瘾指数将飙升。虚拟实境、短影音、AI 伴侣，人们将在虚拟世界里获得廉价的快乐，以此度过毫无意义的一生。这就是我说的认知种姓制度。以前的阶级是靠血统，现在是靠认知。他在空中比划出金字塔的3层。最顶层，神人 The Gods， 那些拥有算力、设计演算法、控制资本的人，他们是新世界的造物主。最底层，宠物 The Pets， 领 UBI 的绝大多数人，他们在墙内被喂养得很好，但灵魂已经死了，也就是你说的电子安乐死。而中间这层，牧羊人 The Shepherds， 这就是你的目标受众，赖哥。那些不甘心当宠物，但又成不了神的人，他们必须学会挥舞牧羊杖，也就是驾驭 AI 的能力。他们利用神创造的工具去管理底层的混乱，从中获取尊严与自由。牧羊人这条路很窄 Chloe， 非常窄，绝大多数人都会滑落到底层去。进化从来都不是宽路，赖哥。窄门才能筛选出灵魂。赖哥坐回真皮沙发椅上，身体前倾，双手交叉，气氛变得严肃而务实。好，我们谈点实际的。既然高墙已经升起，世界分裂成2半，对于我们这些还想当牧羊人的人来说，钱该往哪里逃？我的资产该怎么配置，才能不被这场大洪水冲走？ Chloe 启动诺亚方舟计划。我要你跑那个蒙地卡罗模拟1万次。遵命。正在载入参数：地缘政治风险系数高，法币通膨预期 12%， 供应链断裂几率 70%。正在执行模拟。空气中爆发出无数条光线，红绿交错，像是一团乱麻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大部分线条断裂，
归零，最后只剩下3束强韧的金光。模拟结束，在 92% 的极端情境下，传统资产组合都失效了，只有这3艘方舟浮在水面上。第一艘船毫无疑问是科技，更精确地说，是硬科技垄断者。在墙内，算力及权力，你必须持有那些生产算力和运用算力的顶级掠食者。标的：美股7巨头 Mag7 与台湾半导体供应链 TSMC。配置建议 50%。理由：这是新罗马帝国的基础设施，不管墙外死多少人，墙内都需要晶片来运转机器人。这不是股票，这是向未来收取的数位税。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不买传统制造业，比如可口可乐、Nike？ 在 AI 时代，消费品的护城河已经干涸了。AI 可以生成无数个品牌，机器人可以制造无数双鞋，只有算力是稀缺的。买稀缺，别买过剩。赖哥看着第2束稳定的光。第2艘船，这看起来像是军火。是生存必需品，国防与能源。标的：美国国防航太 ETF 小型核模组概念股，重点产业。配置建议 20%。赖哥，墙是为了防御而建的，这意味着冲突将是常态。墙内的电网需要支撑庞大的 AI 算力中心，这需要核能。墙的边界需要无人机群巡逻，这需要军工。在和平年代，军工是累赘；在分裂年代，军工是刚需。这 20% 是你的保命险。赖哥看着第3束光，那束光波动剧烈，但始终向上。第3艘船，这是我最担心的，也是我最坚信的。无法被列印的资产。标的：比特币 BTC 与实物黄金。配置建议 30%。等等 ，Chloe， 既然我们在墙内，为什么不持有美金？美金不是墙内的通行货币吗？这就是陷阱。为了发放我们刚才提到的 Ruby， 为了养活那些宠物，美国政府必须做什么？印钞，疯狂的印钞。正确。货币供应量将呈现指数级暴增。你的美金在墙内虽然好用，但它的购买力会像冰块一样融化。你需要一个总量固定的锚。黄金是物理世界的锚，比特币是数位世界的锚。而且，比特币有一个黄金没有的特性，它能穿墙。如果你有一天被迫要逃离，你带不走房子，带不走黄金，银行账户会被冻结。但只要你记得12个助记词，你的财富就能在墙内墙外，甚至星际间自由移动。这是最后的自由。模拟画面收敛，化作一张旋转的虚拟船票，悬浮在赖哥手心。赖哥凝视着船票，声音变得柔和。科技、军工、比特币，这就是诺亚方舟的3层甲板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做起来很难。因为人性本能会让你去买那些看起来便宜、安全、熟悉的旧时代资产。人类总是习惯看着后照镜开车，直到撞上高墙。赖哥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再次看向那片繁华的夜景。今晚大家都在庆祝台湾拿到了 15% 的入场券。我不反对庆祝，这确实是国家的好运。政府帮我们争取到时间。但是别把国家的生存误当成你个人的成功。台积电在方舟上，不代表你在方舟上。赖哥转过头，眼神直视镜头，仿佛穿透了荧幕，看进了观众的灵魂。世界裂开了，这不是演习。海水正在上涨，你有2个选择：继续假装世界还是平的，等着被淹没，或者现在就开始建造你自己的方舟。我是赖哥，在这个充满赝品的世界，愿我们都能握紧那张真实的船票。我们墙内见。赖哥举起酒杯，向镜头致意。画面瞬间黑屏，
只留下 POE 冰冷的系统音。Simulation complete. System shutting down. Good luck, Shepard. 声音消失，留下令人窒息的寂静。